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中日的关系现在在外交上非常的紧张，两边要切八段了吗？我们来看看高市早苗，今天早上他在官邸接受媒体的访问，根据朝日新闻以及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报道，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跟习近平在会谈的时候确认将全面推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改变。可是关于要不要撤回他讲台湾有事这样的说法高市没有回应。那另外呢，我们看到 G20 即将登场了，高市跟李强可能会见面吗？这是日本方面的消息，说会争取2个人在 G20 见面。可是北京给了一巴掌，甚至是冷回应。我们来听听看。发言人曾表示，李强总理在 G20 期间没有会见日本领导人的安排，但日方一再声称对同中方对话接触持开放态度。中日两国领导人是否有可能在 G20 期间进行接触？李强总理没有会见日方领导人的安排，请日方自重。好，你看到毛宁很冷淡的说，请日方自重，你就知道这个外交在这2国之间现在看起来已经是冷到最低点了，冰到最低点了。而我们看到中日的争端在网络上面也是越演越烈有嘻哈的节奏，还有讽刺的动画，在中国大陆包括 CCTV 都在传播。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高市天天在高市，对着历史不老实，对着领导耍无知。高市，别继续搞事，小心玩火的后果，没人能为你收拾。斤斤这样算不清，就像往外面甩烂摊。锅再对的像座山，别把和平玩完。好，你看到这个嘻哈风格的影片在前一天也在央视的 Facebook 上面被发布了而且有英文的歌词，可见中国大陆的这个宣传系统是非常热烈的在推播像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漫，这样子的一个动画是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大陆非常的不爽。而另外呢，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这件事情延烧，日本的这个日经中文网有一些报道说，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活动就是日本商人方方面面的一些活动被延期会被取消的情况正在扩大，截至昨天已经达到20项。中日紧张的状况之下，中国大陆的航班减少非常多，有航空分析师说19号光是一天取消的退票大概就是50万张。中国大陆的国企也悄悄下了旅游禁令，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或者是公事上的一些谈判暂停，都先取消。而中国大陆的这个抵制呢，好像看起来已经在发酵了，包括在池袋街头居然有这么空旷的一幕真的是吓坏人。这不是深夜这是白天通常这个地方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另外我们看到水产商也认为打击蛮沉重的而且呢敦促日本政府应该做出解释，他们是商人，他们要赚钱那当然他利益受损，他就希望政府可以这个把一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一个原因解释一下。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旅游、水产、牛肉的禁令之后呢，日本现在有一些人在担心稀土是下一波中国大陆反制的一招那这个东西如果这一招祭出来之后呢，在日本的相关的科技还有很多的研发这些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那我们看到日本贸易会会长他就说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而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有一位网红也很担心因为当然现在情绪还很高昂，有一些网红会说干得好干得好，像这样子的声音也有。可是有一些比较担忧的网红就会说如果把中国给惹怒了，这些后果其实你不见得所有的企业跟农民他们面对的现况你要帮他们想一想不要只是嘴巴上面好像觉得很开心就好了。包括日本将面临化肥短缺，然后就会出现粮食供应不足，同时稀土也会出现匮乏，而让高科技产业进入停滞期。这是一些比较看得远的一些网友或是网红他看到问题即将发生，所以
提出一些呼吁。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前首相，这是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他就用《论语》引用《论语》来呼吁高市早苗纠正错误。他说：“过则勿但改，过而不改是为过疑，敦促尽快纠正错误。”什么意思？你有过错，不要害怕去改如果你犯了错不改，才是真正的犯错。第一次犯错没关系，你要更改来，我们问问看董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高市早苗，我觉得他讲这话，现在已经心里有点后悔，可是他不能不跟下去嘛，刚上任，所以今天接受媒体的访问时候，媒体问他你会不会收回去，他就沉默了。那大家可以想见前2天中国大陆跟日本那个会面一定是中国大陆要求说，你回去跟你们首相讲，请他把话收回去。那对方一定说，我们可以承诺以后不再讲，但是没办法收回去，一定是这个过程啦。所以大家不要看手插在口袋啦，头低低的那些，我告诉你，里面的内容绝对对话一定是这样。可是高市早苗他为什么现在让整个日本、让整个东亚、韩国、俄国所有国家大家都对他这种态度非常反感？为什么？因为这里本来是应该是很平静的一片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是。这个过程它就是高市早苗主动挑衅。各位朋友，这4个字很重要，他是主动挑衅他就是说，如果台海有战争的话，视为日本很危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集体自卫权就可以出动了。就是说台海有战争，可能因为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就出兵，那我们就要出兵。各位懂了吧？白话文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很大胆，你就在鼓励。赖清德政府，你们可以搞台独，我们会帮你。所以赖清德很高兴赶快吃日本的水产啊。那这个有帮助吗？没有帮助，但是火上加油。所以我觉得高市早苗他现在当然，我觉得他心里是后悔，可是嘴巴一定要强硬到底。那这个对日本来讲他其实伤害是很大。只要想一想看，中国大陆跟日本谁依赖谁的多嘛？中国大陆一个稀土，连美国人都怕了。那以后稀土不准进入日本，这一定会慢慢的演变。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火是越烧越烈嘛。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刚开始没有这样，可是日本很多人劝他，你这个话应该是收回去，不能讲。包括石破茂才卸任了，告诉你这个都是很和缓的，没有人会当了首相去讲这样刺激别人的话。那这种话，你过去当议员可能讲过很多次，比如说他过去拜靖国神社。譬如说他过去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那时候毕竟你是议员时代，你现在当首相就代表政府，你不是代表民间了。那高市早苗他这么轻率的，我觉得他其实现在有些后悔。可是他那时候认为说，你看我一上任，川普就对我这么好，你想拉美国来做你的靠山，不可能啊！美国现在也都在巴结中国大陆啊，川普明年4月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啊。所有你认为有利的因素，这些人不可能会为你的轻率发言来支持你，这是我们今天看到了。所以你今天把整个中国大陆给惹毛了。过去很多人努力去建立出来的一个日本跟中国大陆和谐的情况，包括今年的6月29号，连福岛10个县市的水产都可以了，现在又停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发言人讲即使我们没有停他东西卖过来也没有人敢买也没有人会买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变成让大家仇日的情绪又起来了。日本过去在中国做了哪些事情，谁不知道？那你高市早苗是否定这些构成的，你今天还要在这种节骨眼上耀武扬威，那其实这就是整体中国人他没办法接受的嘛。怎么会容许你在那边猖狂？那今天这个节，简单讲，中国有句话叫做“解铃还在系铃人”。高市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去，过则勿但改。你讲错了，那你说对不起，我讲这话太过分了，我收回这句话，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是。现在大家也在看他会不会做这个收回的动作。他撑越久对他越不利因为事实上大家都看得出来，除非不明事理的人。除非是故意要混淆是非的人，不然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是高市主动
去挑起这个事端，因为并不是大陆嘛。大陆事实上是在石破茂的时代啊，石破茂很努力，那中国大陆也感受到石破茂的努力，你看水产品也开始恢复了。那日本承受美国巨大的压力，美国说我的农产品都要进来，所以未来包括大米，未来包括这些水果蔬菜，甚至也可能包括牛肉都要进来了。那对于日本来讲，他的农民面对一个美国的这种便宜的这种品质也都不错的水果、农产品牛肉要进来的时候，对日本农民来讲其实压力很大。所以中国大陆也愿意跟你说好，那我就进你的这个日本牛嘛，来帮你疏解你的一些压力，进你的一些水产品，疏解你的压力。那美国车也要进日本啊，那日本的车如果能够在中国卖得更好，也疏解他们的压力。其实当时大陆确实都很有善意，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高市上来的时候，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也跟他会面了，而且只跟他说，坚持中国跟日本双方政府所明定确定的4个文件，中日就可以走下去。其实并没有过分嘛，但是问题就在于高市早苗他的动作就认为中国可欺了。为什么这次会闹这么大？观众朋友，您知道赖清德是主张什么？赖清德的标签就是台独嘛，他就是台独的金孙，他就是主张台独，他到现在不肯放弃台独，所以整个民进党也好，因为他现在是民进党的党主席，民进党的党主席本身就是台独，领导一个台独的政党，现在在台湾执政。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其实他的话更简单的说，就是台独有事就是我日本有事，因为大陆不会用武力来去打非台独的，他只会用武力打台独。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等于是高市早苗的讲话，也就是说我是台独的保护者，他的姿态就是我是台独保护者的姿态出现嘛。坦白说，谈到这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陆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忍无可忍，那当然就不必再忍了。所以所有的动作都出来，有很多人说：“哎呀，水产品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吗？因为你是过去10几年来都没有办法卖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那你现在正可以开始卖，所以本来这些农民、渔民，他们正可以开始过上好日子，但是又没有了，只是恢复原状而已，没有错，你只是恢复原状，也就是说，好像改变不大，可是你本来可以过上好日子。这个牛农也是一样，但是问题就在于，当观光旅游业者，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些观光区、景区，哇，当初日本人讲说，哎呀，不需要中国的这个观光游客，哎呀，不需要他们的那个讲的都是一种大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你骤间损失了1/4以上的游客，你的观光旅游业、你的运输业、你的餐厅、你的服务业，你各方面所延伸出来的，其实很快的就会产生影响。更何况这个才是第1步而已，还有第2步，还有第3步，还有第4步，所以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加强，越来越强化。我个人认为，在讲风凉话的，或者是在台湾有些媒体在带风向的，特别是高市早苗现在也在准备带风向的，说，哎呀，他只是说话说过头而已，说过头你就收回嘛。但是你为什么不收回？那就代表不是说过头，是你刻意准备的。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是一个媒体人，你的幕僚同时也露馅了。你的幕僚说，高市早苗3点钟就进入他的办公室，开始为答询做准备，所以他把所有的重点都画出来，用红线，他把他要讲的话都特别标出来，那是特别的标记。媒体人都知道自己画出红线，特别要讲的就是重要的梗、重要的观念要传达，所以你绝对不是说错话，你也不是说过头，你是处心积虑要做安倍晋三所未成的志愿，你要帮他完成。因为安倍晋三在任内的时候不敢讲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你要完成他在国会里面讲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刻意为之，不要再说谎。好，我们来请教舰长。高市早苗可能不只是他想要完成安倍晋三的一个在国会
答询的时候讲这个话，他甚至要超越，也就是我不但呢青出于蓝，而且胜于蓝。这是我对于高市早苗的一个猜测啊。但是我们如果回到10月31号 APEC 的现场的话，其实高市早苗他跟习近平主席实际上是双方确认准备要全面扩大那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也就是在这之前其实关系是很好的。那关系为什么变坏了？就是你讲这个话嘛。而且现在那个讲说希望 G20 的时候日方要自重，其实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而且我们必须这样讲，毛宁他已经很客气了，他只是讲日方哦，他应该要讲的是高市早苗你要自重啊，不要再把那个椅子拉到旁边去，然后靠到这一个国务院总理的身边啊，或者是你走路走到一半，哎，突然靠上去。其实毛宁讲的是这么一件事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很多人说啊，没关系，那个现在那个大陆的观光客不去没关系，这样子很好啊。那个我们刚刚看到东京池袋这样子很清爽啊。其实我们这样讲，你有帮他们的这一些从业人员想吗？而且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现在的所有的市场其实是大家是连结在一起的哦。你现在中国大陆的游客不去，你的这一些无论是药妆啊，或者是电器啊，你卖的不好，接下来也就是你会遇到你的产业整个萧条。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哦，也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那也就是说，其实未来是非常值得日本人那个要注意的，也就是例如说我们讲水产品啊，在2022年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进口的将近25%，可是我们看到自从你开始福岛排放核污水的时候，它就变成这么一点点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好不容易要开放了，有机会回到2022年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又讲出这个不得体，而且不应该，而且根本不关你的事的话的话，马上的又要回到这个也就是进口非常非常少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地步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其实主掌了一个国家的前途，所以不能乱选啊。是，俄罗斯出手了。我们看到今天他公布了一个画面哦。他这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交部，他发布日本在1946年投降的画面哦。某种程度媒体解读是在警告日本，所以呢，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了这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Япония сейчас однозначн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ом, что страна встала на путь ускоренной р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ы обращаем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е сюжеты, которые вы обозначили в своем вопросе, включая и стремительный рост военных расходов, и массовую закупку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ий, деструкт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и агрессивную риторику, да и вообще какие-то признаки покаяния за то, что сделали их предки. Если Токио не хоч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что и в 1945 году, следует им усвоить уроки истории и опирать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пока еще действующее мир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好，这两国的外交紧张会影响到区域的安全吗？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军方的这个领头人有一个会谈，这是张又侠中国大陆的军委副主席，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有一个会谈围绕两军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而另外呢，日本政府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个报告他说有3个国家这个盟国他们的新世界秩序啊，让大家会让日本人感到非常忧虑。这是来自于日本防卫省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俄罗斯还有北韩实际的联盟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可能导致东京未来会面临3线作战的局面所以我们这个区域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吗？包括高市早苗有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日本的安保3文件的修订这件事情他在考虑中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定案。可是，一旦如果要修订的话，未来日本的防卫费会再增加可能会到20兆日币这么多大概是4兆台币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占国家总预算大概是2成。
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过去日本是只有自卫队嘛，那他们现在是不是要再一步升级哦？所以中国大陆就会说你的是军国主义复辟这样的概念。那解放军呢，最近也在各个媒体做一些所谓的宣示哦。你可以看到，包括南部战区、东部战区、中部战区、西部战区他们的官方账号在网络上面都有一些新的影片在发布。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影片，这是南部战区它有一个影片叫做"大势所趋，大义所在，不动如山，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像这样的一个影片，鼓舞他们解放军的他们自己的军心包含是不是在区域的有一点点危机，或者是有一点不安的这个情况下发布这样的影片，当然外界都是高度的关注。您看到这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的海陆铁骑这样子的一段影片那强调的也是他们的火力以及精密还有速度多种功能。我们看到包括这个中美其实是真正在后头，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大国的一个争端，或者是大国在交锋这样子的一个比拼，他们各自的一个实力所以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发言让中国大陆暴怒这件事情，美国的媒体怎么解读呢？ CNN 说北京背后有更深层的顾虑。 CNN 的报道是这样讲，他说北京担心亚洲军事态势可能改变，尤其是美国盟友面对中国的军力上升，增加防务支出，而且加强协调，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能够引发这种担忧。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些动作在西北太平洋这个地方，中国大陆有5艘的科考船，他们在这个地方测绘水下地形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所谓的这个水下的地形包含用于太空与飞弹追踪、海底地形测绘的这个科学船所以这个某种程度美军也在这个观察过去1个月他们在这边的作业活动同期我们看到美军也加强这个地方的演训，让这个区域的军事化的情势也随之升高。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军去年其实有多起的军机重大事故，比起4年前增加了55%，这个数字看起来真的是蛮惊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是维修有问题，还是人员训练有问题现在还是要看美国这边的调查。来，请教赖老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日本跟俄罗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签订这个和平协议。其实这个是日本跟俄罗斯都要努力的一件事。为什么和平协议很重要？二战以后到现在已经80年了，那日俄之间一直和平协议签不下来，签不下来的逻辑就是说，两国之间事实上还在交战的状态。因为2次大战的时候，这个俄国也宣布对日参战嘛，所以俄国跟日本的交战在东北以及在北方四岛。那北方四岛的时候，俄军把日军几乎是全歼就20万人大概都杀了然后占领了北方四岛。所以俄日之间是处于交战的状态，由于没有签和平协议，所以等于是还在交战。还在交战的时候，现在对俄国他们特别在这个时间讲出这段话，意思也就是他们观察认为这个高市早苗代表军国主义的复苏所以他不只是对中国大陆释放出他是台独的保护者，释放出他会介入他会参与，或者是他会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只要两岸之间爆发冲突，日本就会去打中国。其实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其实严格上讲就是台独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说，两岸之间爆发战争，然后他就会率军去打中国大陆。那对俄国来说的话，他就不排除像过去一样，日军去攻占这个俄军，也就是1904年、1905年日本去偷袭这个俄罗斯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所以他们在这个时间把这个讯号都放出来。换言之，也就是如果日俄之间没有谈妥这个和平协议的话，那俄罗斯就不排除可能也要准备对日本有硬的一手了。这是俄方的一个态度跟一个宣布。那同时，中国大陆在过去我们看到的它的军事影片里面比较多的是在释放出东部战区，也就是说警告台独
说你搞台独，那没办法了，我们只好以武力相向的，不搞台独，两岸之间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可是，一搞台独，那就没有选择了，一定是武力。所以过去绝大部分都是东部战区的这一些他们的演训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由于军国主义已经起来了，高市早苗代表军国主义的复苏，我们也看到了高市早苗也好，麻生太郎也好，这些人都非常的嚣张，非常的跋扈。他们认为有美国川普的那个场面话，川普说你高市早苗就要打电话给我，有求必应，100%的满足你。那他们认为有美国可以做靠山，所以他们可以开始恢复他们的军国主义。所以第一个，他们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也就是过去日本是承诺不制造、不拥有，然后不转运进来这3个原则，但是他们要修改，那就代表日本想要拥有核武，而日本有没有能力拥有核武？有能力。日本过去曾经有过这个记录，这个是记录哦，也就是历史事实。他们偷偷的藏匿了核废料，不像联合国的国际原能组织来申报它的核废料，他偷偷藏起来。为什么他偷偷藏起来？他想要偷偷的提炼那个浓缩铀，所以被人家发现了以后，他不得不在国际的压力下交出他所藏匿的核废料。这代表日本曾经想要偷偷摸摸的去生产制造核武器，这是第一个他的过去的历史事实。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日本有制造核武的能力。好，那既然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那对俄罗斯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说，那当然一个想要拥有核武的日本，这个部分就已经形成了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了。所以在这一次中，4个战区同时把画面放出来，就是放出一个讯号，大陆在准备跟日本的全面性的战争。是，这是一个警告意味非常浓的一个宣示哦。来，舰长。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他提到说，台湾应该出资也就是协助菲律宾升级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台湾真的现在还是台湾前烟角木吗？那而且我们台湾的军事设施真的是万无一失吗？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在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这大家看到后面这么高的山就知道这是花莲基地。我们的机堡是没有门的，而且呢，我们看我们的机堡上面其实都是岁月的痕迹啊。那同样的，下面这是 IDF 的那个连队同样也是这个状况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到去年今年汉光41的这个现场转播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这个一样也是花莲基地，到现在都没有门。然后现在想到了一些从乌克兰的经验得到了，现在要买网子，你不用防爆门，你要用网子，这真是很滑稽的一件事另外同样他们在展示潜力装挂的时候，大家有仔细看到这一块吗？你的这一个机堡里面还在渗水那也就是什么？你的机堡的抗炸都是个问题。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自己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你还要去帮助菲律宾？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机堡，那这个是除了混凝土之外，里面还有内衬钢板。然后你看看它的防爆门有多厚它有用网子吗？没有。那至于说我们看到高市早苗现在讲这么硬的话，其实我们想要问一下，高市早苗的勇气到底是谁给的？其实也就是自卫队给的。为什么？因为自卫队现在不断的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就是他们现在正在研发高超音速飞弹。那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呢，它透过太空中卫星的无论是中继或者是侦测，然后提供它攻击的位置，然后它有2种构型那这2种构型分别是我们看到也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类似东风17的这个乘波体的弹头，另外一种弹头呢，也就是类似我们看到的鹰击19的这个弹头，它都有自己分别的效果。然后我们看看，它其实不断的在模拟那个，也就是攻击这一些其他的岛屿。为什么？
因为它针对的就是中国大陆，而且不仅是如此而已。大家觉得这个是未来的事吗？不是未来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它预定要能够纳入部队，也就是明年2026年。那现在的进度是什么？现在的进度呢，我们也就看到它现在已经在做训练，而且它已经开始测试了啊。那只有这样这么有底气吗？当然不是，也就是我们看到了之前的鸟海号，它也就是9月26号的时候，它已经在进行吊挂这一个战斧巡弋飞弹，这当然是模拟的。那它未来它要去那个美国，那进行那个安装战斧巡弋飞弹，还有它的这一些系统的一些装备，所以高市早苗这么硬气，但是背后就是迈向军国主义。哇，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啊！是来请教董哥。对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高市他当然代表日本一个坚国主义，所以习近平在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啊。一衣带水是什么意思？中国的成语就说江河很狭隘，所以我们是非常邻近的这种地形你是没办法割开的那习近平他讲的一段话，其实大家比较少引用我把它讲。他说，目前中日的关系机遇跟挑战并存，希望日本新内阁树立正确对中认知，珍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各界人士为发展中日关系倾注的鲜血跟努力，坚持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那很多人都很努力，包括刚下台的石破茂。包括鸠山他也见他说你够责无当改，所以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高市早苗过去在当民意代表当议员的时候，其实是有这种倾向那所以就害怕说你一当首相就代表政府代表国家的政策，你出来讲的话，那可能对很多人会有伤害比如说现在这些农业这些水产业的就受伤害那时候在众议院执行他这个人叫冈田克也，那冈田克也他是很好心的为什么？他那时候他今天接受媒体访问，因为大家讲说你是不是故意问他让他讲出的？他说不是我们是立宪民主党，我们是很担心那因为高市过去当民意代表有一些相关的言论，所以我们今天就 pass 打一个给他讲，那希望他能够讲的比较和缓，不要再去讲这个。结果他讲出了这个话，让大家等于说整个情况不可收拾对不对？你要动用这个是什么这些权利什么集体自卫权这些，他说他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他下来以后，跟他自己同党，他们立宪民主党另外一个议员叫大川博志，他说你再上去再去问他让他在国会把话收回去他说这个在我们日本国会，你在国会讲错话，在国会收回去是可以化解的。结果高市早苗悍然拒绝，他不要他拒绝，就说那就没办法收场了。他说就没办法收场。他说我们已经意料到事态会很严重那我们有考虑到老百姓会怎么想，会中国大陆会怎么应对，所以我们还给他一次机会。那这个就没办法收拾了就他态度非常强硬，我绝不收回。那你今天碰到的情况其实大家刚听小站长讲那些军备你听了就很过瘾。我给大家讲一个基本的观念现在全世界的战争基本上都在参考俄乌战争。那第二场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战争它就是飞机、导弹、无人机。简单讲，现在打仗是这样所以你所有大家买的武器，像我们买那些坦克车自走炮老实讲，那些都是无人机的目标。你打他打不到，他在那边电脑设定打你绝对打得到。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那很多人不知道那日本它其实是自卫队，自卫队它非常多的武器在全世界是受到限制的，是包括它的战机或什么那些都受到限制，你就是不能发展某种。那日本现在想说，我自卫队我想扩大，那其实全世界都很生气北韩、南韩、俄国还有中国大陆都很生气，你把你周遭4年了这些国家都得罪了，你高市在做什么？你好好让日本的经济再复苏，不是很好吗？
好，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大陆的动向，这是英国，英国首相施凯尔明年1月会访问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就是英国媒体 Sky News 的报道说，施凯尔在1月底会访问中国，这将是7年以来英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那前首相梅伊是2018年那个时候最后一位访问中国的英国领导人，可是之后呢，这两国的关系某种程度是走向恶化，那现在要开始有一些修复了吗？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在伦敦这边有一个超级使馆计划，可是呢遭受到一些反对所以这个1月份的访华是不是就代表开绿灯了呢？媒体有这样子的一个揣测就是可能会让他盖那会放行获得正式的批准，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报道。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德国的关系，德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现在呢我们看到他的财政部长他也去中国大陆访问了，他说这一次的访问呢是帮助两国弥合分歧，获得中方关于稀土供应的承诺，稀土是重中之重所以你看到呢，经过一番的折腾，最后绕回原点，中国最后还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看到今年1到9月，德中贸易已经超过了1859亿欧元中国超过美国，变成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争现在乌克兰的未来很多人还在关心，可是可能是朝悲剧的方向走。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美联社的独家报道，说是他们取得的秘密的一个文件川普为了要结束这场战争，所以呢他要求乌克兰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多大的领土呢？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这张图，他们这个草案里头建议把整个顿巴斯整个顿巴斯的区域全部划给俄罗斯。此外，目前大概乌克兰的军队有88万也被要求裁减到60万人，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是这个草案是真的的话那知情的官员是跟美联社说，泽伦斯基的高级顾问乌梅洛夫已经在经过部分修改之后完成，而且同意大部分的内容就是同意割地。可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得到乌克兰以及美国这边的证实所以这个新闻现在暴露出来是有可能要割地赔款那另外呢，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如果是照这个草案来看，的的确确是丧国辱权。下个礼拜就要签了吗？我们看到《每日电讯报》有进一步的揭露，他说美国指派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很生气因为你就是等于是要逼迫乌克兰做出很大的让步，所以他已经很生气，丢出辞呈会做到明年1月底。而另外我们看看呢，刚刚有说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空军最近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我们看到2架美国的军机在南海相继坠毁，飞行员是跳伞了，可是现在这个飞机还没有打捞到，美国海军也启动了打捞的作业，要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另外可能飞机上有一些机密，所以他们必须把它给捞回来。而另外呢，川普真的很猖狂，他骂女记者是小猪，我们来看看。With who? ABC News, sir. Fake news. ABC fake news. One of the worst in the business. I think the license should be taken away from ABC because your news is so fake and it's so wrong. What did the president mean when he called reporter piggy? Look, the president is very frank and honest with everyone in this room. You've all seen it yourself. You've all experienced it yourselves,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any reason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reelected this president, because of his frankness. And he calls out fake news when he sees it. 好，白宫发言人帮川普来做解释，可是你能不能够接受每个人可能意见不一样。那另外呢，美国现在的就业人数比预期的还要糟，而且下修。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于美国劳工局刚刚发布的9月就业报告，而且这个延宕很久了显示7月跟8月的非农就业成长数字遭到大幅的向下修正。这个2个月合计被高估3.3万个工作，就是现况比你想象中还要糟所以你看到福斯新闻这是 Fox News 是比较亲近川普的他的民调高达76%的选民对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是负面的看法，所以川普终于认了，他说对啦，我民调下滑怎么样呢？下滑就下滑，可是聪明人支持我的越来越多了，不支持我的
都是笨蛋，潜台词啊。好，来请教赖老师。我们先谈一下英国好了。英国的工党上台了以后，摇摆不定了哈，一下子想要跟中国大陆恢复过去的这个经济比较多的合作，可是美国一有压力以后又倒向美国啊，所以一直延宕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可是问题就在于，即使工党一直对川普示好啊，但是都等不到川普美国给他的援助。那现在英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工资不变，人民可支配的钱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困难，那怎么办？其实美国这边不可靠，那当然他还是要求助于跟中国的合作。中国大陆一直确实有意有心要跟英国合作，为什么？因为英国的金融还是很强。那中国大陆当然是很希望能够跟英国的软件，也就是金融啦、服务业啦等这些的合作。英国目前来讲，生产工业制造业已经不够强了。那英国本身也脱离了欧盟了以后，它也不能够享受欧盟原本的这种自由贸易的系统，所以英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困境。那现在工党又转向了目前来说，看这位工党的领袖到中国的访问，他能不能走到底，还是最后又摇摆不定啊？如果又摇摆的话，我想中英的关系可能就再也很难再走好。但是由于英国再怎么样，他目前来讲是他的工党领导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工党说了也就算了所以我觉得跟大陆跟英国的交道会比较好打。比较难打的是德国，因为德国是联合政府。你看德国的 Merz， 他是以前是梅克尔的一个政党，可是因为 Merz 跟梅克尔就是死对头，所以他不可能走梅克尔的路线。但是这个党是仇中反中的党所以他的外交部部长基本上也是仇中反中。所以你看他的外交部部长还没有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前，对中国大陆释放出很多的恶意，最后去不了访问。然后接着又开始软化了，然后寻求和解，然后寻求说再给我一个机会到大陆去访问。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确实可以到中国来访问，所以德国的总理他变成是无法到中国大陆来访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过去曾经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是美国，现在又回来。中国大陆是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可是德国不是中国大陆最大贸易伙伴呢？那你想，我是你的最大贸易伙伴，你不是我的最大贸易伙伴，理论上呢，就是你有求于我，不是我有求于你嘛。而德国基本上来讲不长眼，不长眼的这个政党，他当然就搞不定了，搞不动。所以梅克尔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到中国来访问，而他的不同政党的社会党，财政部财政经济的兼副总理，他就可以到大陆访问了。那他的访问基本上来讲就比较成功，所以我们看到德国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分裂出来的两个联合的政府。坦白说，对于大陆来讲，要打交道真的很困难。英国相对来讲反而是比较容易一点的。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自己是当记者的，当受访者直接骂我说：“闭嘴，小猪！”到底应该要怎么回应啊，董哥？不过川普讲这个大家也不奇怪，他在第一任就好几次就骂记者了那这一任变本加厉。各位你要注意其实川普对于女记者特别的反感。对，为什么？他就心里藐视，他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嘛。那记者问这他觉得你就是不友善他就呛回去。那呛回去当然用的字眼就不好听就是这样。所以，川普现在在跟媒体界的关系，你知道全世界最强最大的就是梅铎嘛？梅铎被川普告，那他最近要告英国的 BBC，都是求偿好几亿美元他就是这样，所以川普都用这个，但真正他是用国家的威力的，我就是美国总统，我告你，我司法就有那个那这个情况，其实这些记者被骂，我觉得就只能傻眼，就怎么会碰到这样的总统那。川普也不以为意，因为他过去用这个态度的话，他的支持者反而更点他，觉得说没有错，那些就是不孝媒体，你要把他降回去，干得好，就会这样。
那川普就越行得意。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川普的民调下降，连他自己都承认，他过去是不太承认的。那民调下降其实也不奇怪了，这个就是关税以后，然后美国造成各行各业，譬如说你很多东西涨价了，通膨，那物价指数都提高，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那感受到，当然你就会迁入到，这就是总统的政策，以前不是这样嘛。川普始终认为，只要他上任，他实施这关税政策以后，美国所有过去的那些毛病都会改善，美国就会再度伟大。他不晓得先伤到自己，那虽然他碰到了好像各国都卑躬屈膝，讨好他，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是美国社会自己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就是他真正民调低的情况。所以他就是个高大的自恋狂啊！我做这个一定很好，做那个一定很好。他现在最喜欢吹嘘，你看我已经摆平8个国家的战争啊，都被我摆平啊！诺贝尔和平奖怎么不是我？所以高市早苗就奉承他。我们会马上推荐提名你，哇，他听了好高兴哦。各位，高市早苗就是一直跟他灌迷汤，那川普就听了很高兴，回去他就不认账了啦。我告诉你，高市早苗认为他会认账，所以各位，你对川普的个人风格现在都很清楚。所有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什么外交政策啦，战争部长怎么讲，那些通通没有用，美国只有他讲话有用，他把所有的部长讲的话推翻，他所有的外交政策。就是我川普个人的政策，你们都不懂。我去谈我的严守外交，其他的统统不算。这就是川普的风格啊。对，所以大家要熟悉，而且要慢慢适应。还有3年多的，还有3年。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乌克兰会被逼迫签这个合约吗？舰长，像这样的条件提出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一次伴随着这个条件提出的是什么？也就是乌克兰的国家肃贪局说他逮到了这个泽伦斯基身边的人当白手套在贪污，那贪的到底是多少？1亿美元。那这件事情是独立事件第一次发生吗？不是。现在战争打到现在，2025年已经要打了4年了。然后，但是呢，2023年就已经发生了。2023年其实就已经被指出一个土地开发商，他说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副主任塔塔罗夫，他贪污了180万美元。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为什么？因为战争的状况不好，然后呢可能会投降，所以赶快贪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个其实我们如果看到某些媒体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一直以为这一个乌克兰快要打到莫斯科了，但是实际上真实的状况是乌克兰快要投降了，而且这个投降的这个条件非常的屈辱我们讲到有割地，那大家说，目前没有讲赔款有赔出去的，也就是给美国的矿产协